那个地图，这是我可视化的地图，基本上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基本上都覆盖了，除了鸟不拉屎的国家，比如说北朝鲜啦。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这支影片。今天这支影片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，就是如何自己去创建家庭版的，就是住宅 IP，纯住宅 IP。我要重点说3遍，纯住宅 IP，不是机房 IP。然后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请接下来往下看吧。在介绍影片之前，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个，就是我之前几个月之前1月9号的时候创建了一个影片。这个影片就是给大家来告诉如何去在 Aurum 甲骨文云上自己搭建免费的 VPN。但是这个 VPN 有一个特点，它虽然是免费，但是它不是家庭住宅 IP。所以说，很多小伙伴在问我的时候，他们会比较倾向于家庭住宅 IP，而不是机房外 IP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这里面在这里面部署的 OpenVPN。然后它已经运行了好几个月，但是它仍然是免费的，但是它不是家庭住宅 IP。你可以看到我这里连接这个，连接到这以后，这就是所对应的这个甲骨文云的 IP。然后我可以测试一下，就是很多人小伙伴问，哎，你这个 IP 它怎么能知道它是住宅 IP 还是机房 IP 呢？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这个 IP 嘛，然后我们刷新一下。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IP 就是我刚刚在那个甲骨文云上去部署的这个 OpenVPN。你可以看到它显示这个 non-residential，就代表它是非住宅 IP，它是数据中心的，它这个不是住宅 IP 了。所以说，大家想要住宅 IP 的话，自己在 AWS 上以及 Azure 和甲骨文云上是无法实现的。今天这支影片我给大家来介绍如何自己去创建一个家庭住宅 IP，以及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自己选择，然后而且还是只要你一直拥有，你就不会更换 IP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它是 non-residential，你比如说我给大家来翻译一下，你可以看到它是甲骨文云公司吧，然后非住宅，你可以看不看到？然后国家是英国伦敦。然后如果想要住宅 IP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是 ProxySale。这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公司，它这个公司总部在保加利亚，是欧洲的一家公司。然后我一般公司我是不会给推荐大家的，因为首先它这个公司要是不可靠的话，我是不会给大家推荐的。然后我最近用了一段时间，我感觉这个比较很靠谱。因为我大概用了有很长段时间了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页面吧，虽然它是英文，然后我们可以切换成比如说翻译，可以翻译。然后它这个公司我去实际打听了，它这个公司大概是有50人以上，然后绝大多数员工都是乌克兰或者是保加利亚以及欧洲的，所以说它这个公司比较靠谱的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去沟通，通过人工服务。然后今天我给大家来分享这个如何自己去创建家庭住宅 IP，记住是家庭住宅 IP。然后比如说我们登录之后，你可以看到我这里面我充值了30美金，然后给大家来分享一个。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，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它有 IPv4 order，然后你也可以购买 IPv6 order，你也可以购买 ISP，也可以购买手机，也可以购买家庭纯住宅 IP。它这个每个价格都是不一样的。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IPv4 它是支持很多国家，41个国家，然后 IPv6 支持14个国家，然后 ISP 支持24个国家，然后手机支持14个国家。然后家庭住宅支持200个以上国家，这是非常有优势的。然后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国家，比如说我这里面我用那个 Python 去可视化了一下它这个国家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这个家庭住宅 IP 它分布的位置。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地图，这是我可视化的地图，基本上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基本上都覆盖了，除了鸟不拉屎的国家，比如说北朝鲜啦，然后一些非洲国家它没有的这个家庭住宅基本上都是可以实现的。然后比如说给大家来看一下可视化一下 IPv4。它这个资料数据是我从它这个官网爬虫下来的，具体有哪些国家啊？比如说 IPv4，你可以看到它 IPv4 的话，基本上绝大多数就是欧美啦，然后巴西以及亚洲以及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有，但是好像没有南韩的。然后 IPv6，我们再来看一下 IPv6，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。你可以看到 IPv6 稍微略少一些，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在日本、澳洲以及欧洲以及加拿大和美国，覆盖率还是 OK 的。然后这里面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手机的，如果你要想购买手机的话，你可以看到手机是美国，然后欧洲以及印度啊，这个还有泰国，这也是 OK 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ISP 代理商的话，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地图分布。你可以看到是欧美以及巴西以及欧洲以及南韩、台湾、日本、泰国、澳洲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和地区，其实它这个还是比较靠谱的。然后我比较喜欢它这个家庭住宅 IP，这个住宅 IP 它是可以任一个国家去选择，就比如说我想要选择台湾，然后城市是台南，然后台南的某一个地区以及它的运营商都可以购买的。
然后今天这支影片给大家来介绍如何自己去创建家庭住宅 IP。如果你可以注册的话，可以用我这个注册链接注册，然后可以用我这个优惠码，然后你可以是节省不少的费用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尝试注册，用我这个链接。然后我给大家来试验一下，比如说我现在是想要尝试家庭住宅 IP。家庭住宅 IP 之后，你可以看到我返回到这里之后，因为我这里面余额我充了大概是$30，然后我试用了一个$3的一个套餐，然后还是比较便宜的。然后大家如果是不相信这款产品的话，你可以少充一点，然后你试试。如果 OK 没问题，你可以续费。因为很多小伙伴吧，他跟我反映说他想要家庭住宅 IP，然后这个方案是非常可以的。很多人说了，哎呀，你这个收费的，我有白嫖的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你要想要白嫖，就免费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既然想要家庭住宅 IP，又想要白嫖，不可能的。没有哪个傻瓜会把自己家的网带宽会给你分享给你，然后让你做一些你不知道是做好事做坏事的。所以说，任何一个免费都是不可能存在的。创建一个家庭住宅 IP，然后这里面我昨天给创建了一个，比如说我给大家来展示，比如说创建一个 Canada，然后这里面它这个需要勾选第一个 username 以及 password，然后这个文件格式是 file。然后它这个里面国家，比如说选择加拿大的，然后这里面区域可以选择不同的城市，比如说选择 Manitoba 这个区域，然后城市我可以选择第一个预设的，比如说 Altana，然后 ISP 我们选择 Fiber，就可以说选择这个，然后这里面它是选择，比如说你选择10的就是列出10个，这里面它这个最小的它是应该是连接部是1万啊，这里比如说我这里面勾选10个，然后比如说这 format，它这个是输出，比如说你是想要 CSV 输出还是它这种格式，比如说。先是用户名密码，然后 IP，然后连接部，还是说先 IP 连接部，然后再用户名密码？这里面其实大家可以随意选择，然后直接点击 Create 创建一个即可。一旦创建了之后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就添加了一个加拿大的。而这里面其实我可以给大家来，比如说测一下，比如说我昨天创建的一个是美国家庭住宅 IP，你可以看到我比如说点击这个 File 之后，它会帮我们去下载这个配置文件。然后我们去，比如说下载这个配置文件，你可以看到，这是我们刚刚下载的一个配置文件，然后它的用户名是前面这个，然后密码是这个，然后 IP 是这个，然后连接部是1万。然后大家怎么使用呢？大家可以用我的这款，比如说 Incognation 这款是多开的这个浏览器，你可以它会帮你评测的。比如这里面我评测怎么评测呢？然后比如说我将这个直接拷贝下来，然后点击添加一个 proxy， 然后我们去点击 Source File Proxy。然后我们直接将这个自动粘贴下来之后，它就会帮我们自己识别。然后我们点击 Check Proxy， 检查代理。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已连接，然后它分配的 IP 是这个 IP 它是不会变的，它永远是你的。然后怎么使用呢？比如说我们去多开，然后我们 Create 之后，你会发现它可以 Start。它这个工具它有个好处，就是它给你创建一个浏览器，然后你可以在这浏览器随意去美国。然后其他的这个应用 App 程序它不会走的这个代理，它只是对于浏览器，然后你可以多开。比如说，你看这浏览器，你可以看到它的 IP 是哪儿？比如说 Where's my IP？你可以看到它检查到我们的 IP 是，你可以看到它是216.235.116.64，它这个位置是在美国华盛顿。这是我昨天创建的一个家庭住宅 IP。那很多小伙伴问了，你怎么知道它这个是家庭住宅 IP？其实你通过 ISP 就能可以看到它这个是一个公司，它是就是类似于运营商的感觉。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来测一下，我们来运行一下，就是我们刚刚测试的这个，你可以看到它 IP 是这个吧？哎，你看没看到它的住宅是这个？它是住宅 IP。你看，比如说它因为它之前那个 OpenVPN，你记不记得它是非住宅，前面加个 non， 它这是住宅 IP，你可以看到它是 residential， 它这个是住宅 IP 是比较可靠的。然后这只是这个浏览器里，那我们怎么全局使用呢？全局的话，我们需要用这个小火箭。这小火箭的话，我们去添加，比如说添加一个。我们需要勾选一个box files， 然后我们将刚刚下载的这个配置导入进来，这个 IP 是这个，然后连接部是1万，用户名是这个，然后密码是这个，然后我们点击 Save 连接，Save 连接之后，你可以看到它帮我们创建了一个，这就是我们刚刚去连接的这个，然后我们进行连接好了，而连接好，我们来这是全局来模式，我们进一下，我们刷新一下，你看到它这个 IP 是216吧，它是全局模式的，然后你看它这个我翻译一下，这个我翻译你可能知道吧？看没看到住宅 IP， 这是纯住宅 IP， 它不是机房 IP，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，这个还是比较很可靠的啊。它走这个流量值，你可以看到这是我购买的1G 的，然后用1个月。大家如果觉得这个比较贵的话，你可以切换，然后我们换成 ISP order，
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购买个 ISP 的吧。比如说我想买哪个国家呢？我买台湾的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台湾的，比如说我选台湾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是7天24小时人工客服支持。然后就给大家翻译，它是投入的 IP。它这个还也是比较靠谱的。我是纯是自费去来给大家评测。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你可以尝试一下。然后比如说我们这选台湾，然后我们选择一台 PC。然后我测试7天的吧，7天是1.35美金，那一个月的呢2.7，那还是买1个月的合适。我这样的我买一个台湾的。然后它这个目的是什么？你可以看到它的目的是 social media， 然后也可以玩游戏，也可以 gambling， 可以看 gambling 是赌博，就是赌博的也是其他用处。然后这里面我比如说我选择 gambling， 我看看它有什么，比如说 casino， 你看是赌博用的，然后是30天。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我 play code， 其实这里面 play code 就是你可以选择我的这个就是代码，就是这优惠券。大家如果用我的优惠券的话，就是折扣很多的，大家记住别忘了。你可以看到有这个用这个折扣码，因为你看这样的，他说他不能用我自己的，对我自己就不能用。大家如果你要想购买的话，你可以尝试用我的一个折扣码，然后输入这个比如说 SP42X7G4M7，然后你会有折扣的。然后这里面我比如说选择是静态 IP， 还是说它这个 IP 的话，它可能就是说首先你得去那个 IPv4 或者去购买 IP 啊。这里面这样的吧，我直接就是支付成功。然后我们用余额，因为我这余额里面还有27美金，我给你看看啊。通过用户名和密码这样的，可买个台湾。哎，这是买完台湾的了。其实买还是比较方便的。你可以看到，然后我们返回到我们这个 ISP order， 你可以看到它这已经有了出来了 ，IP 是178.172.1.200，然后截止到6月21号，这是还有1个月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导出到 TXT， 你可以看到它给我们分配了一个 IP 是171.121.200是吧？然后截止到1个月。然后你可以看到，然后它这个配置是。这个是59100，然后用户名密码是这个，它59100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有个协议 port， 它59100是 HTTPS， 然后01是 SOCKS5， 我说你别选错了，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一定要选择，比如说 HTTP 或者是 HTTPS， 这里面我可以看到，这里面我添加一个吧，这个是你可以看到这是 IP， 要选择 HTTP，IP 是这个，然后连接。59100，然后用户名是崔东飞，我的名字，密码是这个 save 之后，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第一个就是这个了，然后我们点击连接之后，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它 IP 变成178.171.121.200，然后国家是中华民国，然后城市是台中，这个不是住宅的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不是住宅的，因为它这个便宜嘛，你可以看到它是非住宅。然后它是在台中，然后它这个公司是这个公司，这个 Elite 滴滴共有限公司。这里面这个 ISP 它这个不是住宅，就是不是家庭住宅 IP。然后大家如果要想买家庭住宅 IP 的话，大家是需要就是家庭住宅 order，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里面添加，可以选择。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订阅我的影片，忘了使用这个优惠券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大家如果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收藏我影片或者留言，我会帮助大家的。比如说，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影片频道里面，比如说我自建的，比如说自建 VPN 和 VPS 服务。大家如果不喜欢某一个方案的话，可以选择另一个方案。这里面我给大家来部署 OpenVPN， 然后在 Oracle 免费的 Oracle 上部署 OpenVPN 以及 WireGuard VPN， 以及就是操作点击几个按钮也可以部署自己的 VPN， 以及在 Azure 上或者是在 Azure 上部署 V2RE， 很多方法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我们的影片。还有就是比如说评测 VPN， 比如说自己安装 AI 软体工具了，以及 AI 语音克隆了，说这是我的频道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，别忘了订阅我。